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Drum Lab 台北，我是韦恩。这几年来，我深深着迷在英国爵士音乐的世界之中。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英国爵士圈内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角色，他就是 Yussef Dayes。他的音乐风格不只是局限在爵士乐，更融合他的成长背景，融合了英国以及西非的音乐元素。他巧妙地把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并完整的呈现他独一无二的音乐语言。那这几年，他不断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面，他的音乐作品更曾经登上 LV 的伸展台，成为时装秀上全场注目的焦点。今天就和 Drum Lab 台北一起来欣赏他的音乐才华吧。每个产品都有他设计的初衷。我自己在工作室或是彩排室的时候，也常常因为方便会把电脑放在谱架上面。但是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他在那边摇摇晃晃，还真的是蛮担心的。小摇笔独有的 I/O 快拆系统，除了当作麦克风架之外，换上多功能的工作台 I/O Desk， 调整一遍就成为最稳固的工作平台。配合相应的固定配件，可以防止设备滑落。再大的动作，再摇晃的鼓台，设备一样稳定如山。终于可以专心在演奏作品上面。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下方链接了解更多。那首先我们会介绍 Yussef 的音乐旅程，再讲解他的风格以及技巧。所以如果你等不及已经想要看他的技巧的话，我们下面都有做时间轴，欢迎可以跳转到你想要看的环节哦。Yussef Dayes 的音乐旅程启蒙的非常早，那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弹奏贝斯的音乐家，在家里的环境下从小耳濡目染，他4岁就开始打鼓，并与他的兄弟组成乐团，并在音乐的世界中不断探索。年仅10岁的 Yussef Dayes 他就开始跟 Billy Cobham 学鼓。好，这个 Billy Cobham 又是谁呢？他是影响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知名鼓手的大师，比如说我最爱的鼓手 Danny Carey、Dennis Chambers、Matt Gostka、Thomas Len 以及 Mike Portnoy。这些大师都曾经在访谈说过 ，Billy Cobham 是影响他们演奏风格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师。所以对许多喜欢前卫音乐，比如说前卫摇滚、前卫金属，或是 fusion 的鼓手 ，Billy Cobham 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祖师爷的一个地位。他带来的影响以及他的艺术价值可想而知。那回到 Yussef， 他本身对于音乐的追求以及渴望进步的动力，更是没有停过。因缘际会，他认识一位影响他音乐之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Camille Williams。在2016年，他们以乐团 Yussef Camille 的形式发表了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 Black Focus。这张专辑是我认识 Yussef 的第一张专辑，非常耐听，也推荐给大家。那很可惜的是，他这张专辑也是这个乐团唯一的一张专辑。在2017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宣布 For private and unforeseen reason。The original lineup of Yussef Camille will no longer perform together。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团体就解散了。当然，结束 Yussef Camille 之后 ，Yussef Dayes 也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持续与英国的音乐人 Tomish、Alpha Miss、Masego、Rocco Palladino。没错，可能有些朋友知道他是鼎鼎大名 Pino Palladino 的儿子 Rocco Palladino。他持续与这些厉害的音乐人交流。在2020年，他也和 Tomish 一起合作发表了 What Kind of Music 这张专辑。而在今年2023年，总结他音乐旅程所有累积的养分，他发表了个人首张的 solo 专辑 Black Classical Music， 并开始在世界巡回宣传。这张热腾腾的专辑非常有趣，我们今天会剖析的一段节奏更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听听看。那前面有提到 Yussef Dayes 的演奏将爵士乐融入了许多英式的特色。那什么又是英式的特色呢？英国爵士圈近年来还蛮流行融入像是 Grime、Breakbeat， 甚至现在最流行的 UK Garage， 衍生出爵士乐和英式舞曲融合在一起的作品。这样子的作品保有英国舞曲节奏的紧凑感，同时又兼具爵士乐的自由度，所以听感听起来是非常过瘾的。那在 Yussef 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音乐，你可以感觉是他的演奏，爵士鼓的演奏在引导整个音乐的走向。那也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英式舞曲的影响，最具特色的我觉得是在他音乐里面呈现出他有安排许多细碎的小拍在节奏跟节奏之间，透过这个紧凑感，透过音符的疏密、音量的大小、速度的变化，都让 Yussef 的演奏起伏十分明显，而且张力十足。那当然，除了演奏的内容之外，音色也是很多音乐人独有的特色。
在他的演奏里面，我常常会听到痛声带有一些破的质地，但这样的破并不是说鼓皮破掉不好听的破，而是像是吉他开了 distortion， 成了另外一种十分独特的质地。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有特有的调音方式，或是它的雅马哈套鼓，或是后期混音的处理。总之，在他作品中，你可以很明确的听得到他的声音，而且他一演奏的内容，你可以从耳机里面一听就知道是 Usurp Days 所演奏的作品。这样独一无二的听觉美感，我觉得也是一个他很有趣的特色之一。所以在这支影片之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是不是有我刚刚说这种破音的质地呢？又或是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第一段这个 solo 是他在他的社群平台有分享，宣传他即将在英国的 Royal Albert Hall 这个举世闻名的场地演出。这节奏在我刚开始练的时候真的是蛮挑战的，因为它有很多手脚独立的训练。那在我比较习惯之后，其实也渐渐可以发掘其中的乐趣，然后进而演变出各种不一样的变化。其中第一个挑战呢，就是 hi-hat 脚的 pattern。有接触爵士节奏的朋友，应该还蛮常做这件事，就是左脚放在2468，1、2、3、4、5、6、7、8，手脚做了这么多变化的同时，左脚必须恒定的打在2468的这个 pattern。一开始我在抓这个节奏的时候，最快是抓到脚的 pattern， 脚的 pattern 是这样，大家可以听听看 ，1、2、3、4。OK， 有算到吗？大鼓会是在 1 E and 的 1跟2，然后 2 E and 的 and， 以及最后一个 and， 所以数拍听起来像是这样：1 E and 2 E and 3 E and 4 E and 1 E and 2 E and 3 E and 4 E and。所以脚一开始这个 pattern 就花了我蛮多时间的。那当然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在鼓上面才能练习，大家没有在鼓前面，其实也可以做 coordination 的练习，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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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在地板上其实就可以练习到这个协调的练习。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手加进去，这个就是最难的地方。我们先打到 1 E and 2 E and 这样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来 break down 手的 sticking。1 E and 是这样。2 E and， 所以2 E and 是这样。加起来就是最主要的挑战，我觉得是手的变化，它并不是我们常规的右左右左右左这样打到底，它中间有一些double， 然后有一些 skip note， 所以像是第一个1、2、3、4，这个就还蛮有挑战性的，因为它从1 E， 右手是从 E 开始，然后 and 的时候刚好就是又跟 hi-hat 在一起，所以 hi-hat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打的还蛮常踩在1 E 的 E， 提早一个16分音符踩，所以你在练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脚会随着手的变化而去改变，但是在这一个组合里面，应该要是手去对脚，因为脚都是固定的，咚咚咚咚咚咚咚
噔噔，脚是很固定的一个组合。那我们接下来往后打，我打到 1 and 2 and 3 and。非常有挑战性，也很好玩。那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可以去延伸，就是当你今天 hi-hat 踩在 end 的时候，大鼓踩在16分的第一点，看得出来吗？我的手都是打在 one e and 的1跟2，也就是1、2、3、4的2跟4。这个简单的动作其实蛮挑战的，因为手脚协调我们比较少做到这样子的练习，至少是我啦。当然你习惯之后可以把第一点拿掉。好，我们来试试看。OK， 是不是更挑战了？因为它的1的感觉比重就没有这么大，你需要从反拍开始继续你的节奏，有点像是 one 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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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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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不熟悉的话，其实你一开始也可以先用单手。熟悉之后，我们再用双手去交替。好，为什么要练这个呢？因为前面的句子我们其实就出现这个东西了，有没有？就是在这个结尾的地方。所以他打的 E and 是小鼓跟 hi-hat。这个真的蛮挑战的，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尝试看看。好，往后打的话，后面就是一个 dido。然后如果我们只打这个 cycle 的话，我示范一次哦。OK， 那这就是 Part 1节奏的上半部。那下一个小节，我们再前一个节奏的尾巴的 For E and 的 N， 就开始右手演奏下一段。所以刚好这个 and 是在大鼓跟 hi-hat 共同踩下来，1、2、3、4、5、6、7、8分音符第8拍的那一下，右手刚好在这一拍在痛上做连击。那右手接下来就是做连续的打击到 1 E 的第2下，刚好就是做4下的打击。那刚好这个最后的右手可以就是跟大鼓一起走。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打。那接下来 3 and 4 E and 就是左手演奏完8分，持续打下去3个音，所以我从2 E and 开始打，大家听听看。所以整个后半段听起来是这样子。我最喜欢是它有很多右右控右，或是左左控左，这种很有旋律性的安排。
那当然，在我前面的演奏，我后面这一段并不是每次都打一样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玩玩看，在这个桥段的 A 跟 B， 在 B 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要解析的第二个节奏，刚刚前面有提到，是他今年推出的个人 solo 专辑《Black Classical Music》里面，他跟 Rocco Palladino 一起合作《Tioga Pass》这个曲子最后一段紧凑的这个节奏。OK， 第二个节奏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他在他的节奏里面有非常多巧妙的细碎拍的安排。那在这个节奏里面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其实手都是维持在同一个固定的 rudiment。我先打右手的 pattern 让大家听听看。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当中有一些 hi hat 的点，我有做一些音色上面的变化。所以在双点的时候，我第一下是用点的，第二下是用切的。那这里有连续2个这样子的音色。好，我算一拍让大家听听看哦。1、2、3、4、5、6、7、8。1、2、3、4、5、6、7、8。OK， 算拍就比较知道它的位置。所以刚刚连续2个之后，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双点，那个双点我们都是用 tips 来点。OK， 接下来我们把左手加进去。接下来大鼓放在的位置是在整个节奏的第一拍。所以在第一拍之外，有时候我也会在第8拍放一颗大鼓，听听看。好，第8拍的位置刚好就是在我们最后一个双点的第一下。在前面的演奏，你有时候也会听到我这个变成，刚好大鼓就是跟右手的双点一起走，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哦。OK， 是不是很有趣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把右手放在 ride 上面。其实演奏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这里很重要是，不管是右手在 ride 还是右手在 hi hat 的时候，我的左脚都有很固定的1、2、3、4、5、6、7、8数拍的动作。这个动作是在确保你在演奏的时候，越多点的时候，你越容易迷路。之前有提过，数拍是一个方式，你用念的方式把它念出来，但是左脚踩在这个8分的位置，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可以确保你在演奏的时候，不会因为你可能点多就不知道打到哪里就迷路了。所以右手在 hi hat 的时候，当然左脚就只是数拍，但是换在 ride 右手换在 ride 的时候，左脚我们就会一起踩出它8分音符的声音。5、6、7、8。有注意到了吗 ？Ride 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做
2层音色的变化。时而用 tip， 时而用 shoulder 去打 bell， 在演奏的时候可以让你的节奏更有层次、更分明。今天这个企划是与 Trialby 一起合作的影片。Trialby 是由尚俊代理，旗下品牌也有摄影相关配件的 Night Solution 这个品牌，提供声音以及摄影架设的全面解决方案。那如果你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也欢迎点击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对爵士鼓相关主题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加留言，支持 Drum Lab Taipei 制作更多的深度内容主题。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也欢迎到 Drum Lab Taipei 的 Social Media， 我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追踪起来才不会错过最新的资讯哦。我是韦恩，这里是 Drum Lab Taipei， 我们下次见，拜拜。